最近大家伙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啊，心里面憋着一股火啊？这火气啊，就是被日本拱起来的。要说这个事儿啊，就得提一下日本那个新上任的女首相高市大妈，这人可了不得哦！上台没几天，就公然在那儿大放厥词，说什么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甚至还威胁要动用军事手段，明目张胆要插手咱们自家的事儿。说实话啊，我听到这话，血压是蹭一下就上来了。我相信屏幕前的朋友们肯定也和我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这是要干嘛？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吗？忘了历史的教训了？新仇旧恨是不是该一块儿算算了？这种情绪啊，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触碰了咱们中国人的底线。不过啊，这个光生气、光喊口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咱们得有理有据、有策略的回击。今天看到高士凯教授也对这个事发表了看法，人家虽然身在伦敦，但是心系祖国啊，给我们发来一段特别深刻的分析。他不仅跟咱们一样表达了愤怒，更重要的是啊，他条理特别清晰，从这个历史、外交，再到日本他们自己家的法律，一层一层的把这个事给扒得明明白白。而且啊，他还提出了好几条非常具体、非常有力的反制措施，可以说是拳拳到肉的狠招。他告诉我们啊，光有匹夫之勇是不够的。现在很多人啊都是义愤填膺，说如果日本要挑衅的话，那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账啊，这一点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和远见。目前应该孤立高市早苗，要把它作为日本人民的对立面，大声的宣布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啊是违反了日本的宪法。大家好，我是高志凯，我现在在英国首都伦敦牛津大道的核心地带。最近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愤怒了，惹了众怒了，他竟然说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而且威胁着要采用军事手段来干预中国实现统一的大业，这还得了？我们坚决支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包括外交部、包括国防部、包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其他的有关部门所发表的严正的声明。在此，我想谈一谈我的几个建议，希望国内有关部门也能够予以考虑。第一个，我建议我们中国一定要强调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是向中国无条件投降的，这一点很关键，因为这就表明中国和日本在就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两国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他在中国面前不能胡来因为1945年他无条件投降了，而且没有人谁规定他无条件投降所做出的承诺和保证是有时间限制的。我想告诉日本人，告诉高市早苗，你的投降是无时间限制的，你必须严格的遵守，你绝对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利推翻你1945年向中国做出的无条件投降。第二点，日本于70年代初跟中国恢复了关系的正常化承诺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这一承诺也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基础和基石。所以呢，如果日本现在要说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它就是严重的违反了日本在跟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候所做出的承诺，而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彻底改变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外交关系。所以我们要跟高市早苗说，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想彻底破坏中国和日本于70年代初所建立的外交关系吗？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你就是历史的罪人，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答应你的所作所为，相信日本人民也不会答应你的所作所为。另外一个，我们一定要提醒高市早苗，
你日本现在奉行的是和平宪法，里边明确的规定：第一，日本不准拥有军队；第二，日本自卫队只限于日本岛内进行活动，进行自卫活动不能把日本自卫队派到海外执行军事行动。所以高市早苗，你是想违反日本的宪法规定吗？你是想成为日本国内法底下的一个罪人吗？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日本的首相了，你是一个日本的罪犯呢。那你考虑好了吗？你准备到底想怎么做？据说高市早苗到现在还不悔改拒绝纠正他所发表的很严重的错误的言论。那我们怎么办呢？我有几个想法在此想提出来，交给有关部门予以考虑。第一个，有鉴于高市早苗所发表的严重的错误的言论，中国现在要宣布：第一个，禁止向日本出口稀土；第二个，禁止进口日本的海产品；第三个，禁止进口日本的农产品；第四个，禁止向日本出售中国的农产品，各种各样的农产品都不准向日本出口。第四个，马上把中国针对日本的我叫做是道德外交改成法治外交。什么意思呢？日本政客如果要去他叫参拜靖国神社的话，那根据中国有关部门做出的规定，我们就自动的对他进行制裁。比如说可以规定12个月之内、24个月之内或者36个月之内禁止他进入中国。所以呢，这一条必须尽快的做出规定，而且呢，在日本广而告之，使得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他如果说要违反这个规定，去所谓的参拜靖国神社的话，必然会遭到中国的法治外交的制裁。另外，我建议我们现在尽快的宣布暂停中国公民有组织的，比如说参加旅行团等等，对日本进行旅游访问。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点很重要高市早苗不能够指望着他要严重的干涉中国的内政，破坏中国实现统一，而且呢违背了日本向中国无条件投降所做出的各项的承诺，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有关的规定违背了日本当年跟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所做出的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这样的庄严的承诺。所以呢，中国游客现在建议不要去日本访问。另外一个，取消日本护照持有者访问中国签证免签的待遇，使得他们要重新申请中国的签证才能到中国进行访问。另外，在他申请签证的时候应该加一条，你最近12个月之内有没有去靖国神社？如果去的话，我们应该有权利禁止他在一定的时间里边对中国进行访问。日本有人说当年日本没有被中国打败，甚至有人说日本也没有被美国人打败，是被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扔了2颗原子弹被打败的。他什么意思难道对日本扔2颗原子弹还不够吗？他还想引火烧身，还想把日本老百姓推到水深火热之中，推到万妇不洁的悲剧之中嘛。所以日本人应该拿出当年他向中国、向美国、向苏联、向英国无条件投降的投降书仔细的看一看，里边明确的规定，日本有些事儿是想都别想，更不能去做。如果他要做的话，他一定会是万妇不洁。我建议我们应该在国际上发动一场运动，鼓励呼吁全世界全人类坚决反对作为第2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去发展拥有部署
甚至以后要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原子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日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第一个，它就是违反了当时它无条件投降的承诺和保证；第二个，绝对对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会构成威胁，也是它军国主义复辟死灰复燃的一种明显的表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制止日本拥有核武器和其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日本走到这一步的话，那将是日本万富不竭的危难时刻到来了。这一点的话，中国应该毫不犹豫，马上就开始做，而且刻不容缓。我知道我们国内现在很多人都是义愤填膺而且呢摩拳擦掌，说如果日本要挑衅的话，那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账这一点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和远见。目前应该孤立高市早苗，不应该把高市早苗就当作是日本的全体。我们在自民党内要孤立他，在日本政界要孤立他，要把他作为日本人民的对立面，而且呢，我们要高声的、大声的宣布，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是违反了日本的宪法。总之高市早苗这样的败类，这样的罪犯，他把中日关系要推到悬崖峭壁。我们一个是要对他进行棒喝，另外一个是要做好日本老百姓的工作。因为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日本人不愿意再被推到水深火热之中，因为过去他们都上了军国主义的当，而且呢自己也蒙受了很大的灾难。我相信日本没有人愿意再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再被变成炮灰，再被推到万富不竭的地步。谢谢大家，我是高志凯，我在伦敦向大家致敬。怎么样，各位？看完高老师的分析，是不是感觉思路一下子就清晰了？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理解的几个核心要点首先呢，高老师把咱们的法理依据给说透了，给我们立出了理。第一，历史定位上，日本是向中国无条件投降的，这个战败国的身份是永久的，没有时间限制，在咱们面前，他没有资格指手画脚。那第二呢，外交承诺上，中日建交是有政治基础的，那就是承认一个中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白纸黑字写下的承诺。他高市早苗想推翻，就是动摇两国关系的根基。这第三呢，也是最绝的一点从日本国内法上，高老师指出，高市早苗的言行首先就违反了他们日本自己的和平宪法，这一下就把他从一个日本首相打成了一个日本宪法的破坏者，咱们直接可以把他定义成日本的罪人。那其次呢，这个高教授他不光讲道理，他还给出了具体怎么办的术，就是那些所谓的狠招，从经济制裁到外交反制，再到发动国际舆论，坚决阻止日本发展核武器。那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不光是解气更是实实在在的有力量的，能打痛对方的反击。所以我觉得高教授想告诉我们的就是，面对挑衅，我们既要有新仇旧恨一起算的决心和勇气，更要有孤立首恶、团结多数的智慧和远见。不能因为一个极右翼政客的疯狂言论，就把所有日本人都推到对立面。很多清醒的日本人也去政府去抗议了，是吧？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把这个高市早苗这样的害群之马，从日本政府、自民党乃至全体日本人民中孤立出来，让他成为日本人民的对立面。我们要让日本老百姓看清楚到底是谁想把他们重新投入战争的深渊。那不知道大家听完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咱们聊聊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